我有个朋友之前在 NVIDIA 跌到105块的时候，恐慌卖出。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朋友。没有，最近 NVIDIA 股价上冲下洗，假设跟我朋友一样的朋友们，应该对于股价到底走向是怎么样，其实完全心里没有个底。到底是要加码，还是要卖掉，还是要换？所以现在刚好8月28号 ，NVIDIA 财报马上就出来，我们又 call out Coach J， 请他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有可能的财报走向会是什么，让我们这些小资投资人知道在财报前或财报后应该要做什么。我们看一下股价，所以在5月22宣布了股票分拆之后 ，NVIDIA 的股价经历了上冲下洗，从一开始宣布前的94美元，飙升到1个月后的136美元的高峰，朋友就在那个期间段买了不少，就是别人贪婪的时候，他也贪婪，更贪婪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，8月9号那周就直接股价刷跌到98美元，吓爆。所以接下来8月28号的财报将会影响股价到底是继续往上，还是有可能往下。这次呢，再次分析了许多已经公布财报的 AI 领头公司，有 Amazon 啊、Microsoft 啊、Google、Meta、Oracle、AMD 等等所有公司。那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，除了可以知道 NVIDIA 的财报预测之外，也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现在到底 AI 趋势的进程。我们会告诉大家 Coach J 的分析，以及在影片当中 Coach J 也会更新他对 NVIDIA 的估值，而且他有在影片里面埋了一些彩蛋，一定要看完。第一，我们先从客户端的角度分析。那一样，按照往例，我们把所有 NVIDIA 最大的客户全部列出来，就是在这个表里面大家可以看。第一个呢，在第2季度发布的财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整个 NVIDIA 5大客户 Microsoft、Meta、Google、Amazon、Oracle 整体的资本支出狂增到60个 billion， 它的 YOY 是64%，非常的高。然后它就算跟第1季度环比也增长22%，记得这22%，因为之后在营收的预测，这是一个关键数据。上半年我们看到 Q2 它的 YOY 是64，Q1 其实也非常高26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到第3季跟第4季，也就是2024年下半年的预测，其实资本支出并没有减缓的趋势。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整体资本支出这几个巨头全年的 forecast 会在220个 billion， 那这个换算出来，其实第3季度跟第4季度的 YOY 还是高达29%，接近30%。对，所以等于说这不只是前2个 quarter， 其实到下半年这个资本支出增长的趋势其实还是延续，而且因为这个是下半年的预测，所以大部分这些巨头在给公司支出的这个预测上面，可以想象应该会稍微保守一点，这个数字还有可能会增加。那对 NVIDIA 来说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。但是即使2024年这个资本支出增长，对，很多人还是担心它可不可以持续，这个资本支出的成长可不可以持续？毕竟很贵。对 ，Coach J 跟大家分享3个观点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，这个其实就是 Microsoft、Amazon 还有 Google 现在目前云端3巨头他们在云端业务上面的收入情况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呢，在2023年平均这个其实收入已经算蛮大，它还增长了18%。然后第1季我们上次在某一集跟大家分享，其实它的这一个增速反而继续往上增加，就从18% 到第1季度 YOY 其实是21%，其实增速是一直往上。然后到第2季度，我们现在看到第2季度了，那第2季度呢，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讯号，还是有20%，所以等于说这个增速还是比整个2023年还是持续更快的。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呢，云端其实老大还是 Amazon， 不过呢，从这上面看起来，尤其是投资角度 ，Microsoft、Google 其实在投资上面的增幅，资本支出的增幅其实是最高的。Google 的 YOY 是53%，Microsoft 是35%，但是可以看到老大 Amazon 其实它的 YOY 是19%。所以呢，假设你是市场的 leader， 你的竞争对手投资都比你迅猛，第2名、第3名急起直追，所以这就代表，其实，在下半年很多时候，可能市场 leader 像 Amazon 有可能会需要再增加它的资本，别人已经看到它车尾灯，所以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有可能会发生。那这个一发生，当然对于整个资本支出能不能够继续往下，也是一个利多。然后第3个呢，其实就是大家最有疑问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你这个 AI 投入好像从获利的角度没有办法回收，这也是大家为什么预测或是有问题说2025之后有可能 AI 投资这个速率可能会减缓。那但是我们一样从这上面数据可以看，如果是从比如说 Microsoft、Google 好，甚至 Amazon， 其实在它 AI 投资之下，它的云端收入到底有没有增加？都是有增加的。如果你看第2季，其实它 Microsoft 跟 Amazon 都各增加了19%，Google 甚至很迅猛的增加了28%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可以带来回报。第二个呢，可以看到这个新闻 ，Meta 也是说，它在这个季度整个生意增长22%，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它投资的 AI， 所以这些都可能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，AI 的投资其实对于它生意增长其实是有一个正向的帮助，是有回收的。那假设有回收情况下，其
其实这一个资本支出它就有可持续的一个动力。那 NVIDIA 它的客户需求这么多，可是它到底有没有货可以卖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 NVIDIA 主要的供应商分析。那这边之前有跟大家说，基本上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，直接看台积电就可以了，基本上供了大部分的市场晶片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就这个表格呢，可以看到台积电的收入，我们先看到最上面整体的收入，它其实第二季度它的同比增长 YOY 是33%，然后它其实下面还有2个比较先进的制程，一个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YOY 增长了57%，比整体生意还要再更快。然后第二块是3奈米、5奈米的制程，同比增长104%。这个为什么重要？跟 NVIDIA 有什么关系呢？息息相关。所以因为呢 ，NVIDIA 最主要的应用范围就是在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以及3奈米、5奈米这个领域，所以这2块的增长比整个台积电增长快，这件事情对 NVIDIA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多。同时间呢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，8月9号，台积电才刚刚公布了7月份的销售额2570亿台币，同比增长更恐怖，来到了45%，已经创下了之前台积电所有季度增长的新纪录，也比上一次表格里面33%也高出很多。所以这些其实是非常正向的讯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假设回到 NVIDIA， 其实有另外一组数字可以给大家参考，就是环比的数字，就是这一季比上一季。对，因为这一季比上一季他们都增长太快了，看 YOY 有时候就是已经不知道那个数字到底是多少。那我们第二季跟第一季度比呢，台积电的整体收入环比增长10%，20.8除以18.9减1。不过第二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这块的环比增长其实是24%，记得这个数字，这跟之后的预测息息相关。第三呢是3奈米、5奈米增长37%，所以这个环比数字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。那当然讲完了之后啊，Coach J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彩蛋。彩蛋来了，除了 NVIDIA 之外，我们看台积电护国神山的这个财报，其实也是非常乐观。那从2个面向讲，所以第一个面向刚刚分析完了嘛，7月份它的营收增长的速度更高，到45%啊，所以表示这个往上收入增长趋势是非常好的。第二呢，之前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越高制程，台积电的毛利其实是越高的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表格，其实它在比较先进制程，它的 YOY 成长率都超过它整体的生意，也就是进阶制程、先进制程占它生意占比越高，毛利就越高，钱就赚越多。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，因为台积电目前可能大家都还在聊比较多 NVIDIA， 所以台积电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的话，它其实在现在比如说 ADR 大概在$165，其实还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上看一个更高的数字。哎呀，这就是 Coach J 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小秘密，没有直接拉到最后看结论的朋友有福了。如果想要知道台积电的合理价，想要问 Coach J 的，扣一，在底下扣一，留言。对，如果留很多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 Coach J 许愿一下，帮大家算一下台积电的合理价应该是多少。如果你看到现在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花0.3秒帮我们按个赞。那我们从台积电的这个数字看起来，我们要怎么确定货没有被其他竞争对手拿走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NVIDIA 主要竞争对手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以下这个表格。好，那这边数字很多，我们来一个个看一下。刚刚有请大家记得一下，台积电环比增长是24%，在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这块，就是主要是 Data Center 这一块。那所以我们在看 Data Center 的时候，我们就记得这个数字。这边我们可以看 AMD 跟 Intel 2个加起来环比的增长其实只有9.3%，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他们拿的货比较少，主要货呢就是台积电的20%，其实应该很大部分是 NVIDIA 拿走了。对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，如果从 AMD 的角度，其实表现还可以。Data Center 它环比是21%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我们 Market Share 其实跟上一个 Quarter 比还是差不多持平，还是持平在8.4%。那另外一个就比较没有这么乐观了，就是 Intel 呢，它在第二季度它的环比其实是0%，等于持平，所以反映到因为整个市场是往上的嘛，对，所以整个它的市占率就跌到9%，再度下降。对，其实在去年还有19.1% 的光景，现在就一直跌到9%，对啊，其实是蛮惨的。那从这2个角度去看，假设是用 AMD 的角度来看，它其实已经表现得很好，但也就是维持 market share。Intel 就不用说，那这个结论就是强者更强的市场。所以 NVIDIA 呢，它其实原本就已经有接近80% 的市占率，竟然这一季度还有可能再继续增加 market share。那这也相对来说让 Coach J 对于 NVIDIA 接下来要公布的财报信心又大增了一下。那当然大家可以在这个表格上看到，右上角有个24%，请记得。关键数字还要再记得一下，我们接下来的预测就会有。看完以上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 Coach J 的财报预测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。现在市场上有40个专业的分析师，顶尖分析师大胆预测，现在市场第二季的共识就是28.5个 billion， 那它的环比是9.6%，环比增长。那大家记得这个表格，刚刚我们经过各方面分析的数据，从客户需求、资本支出的角度来说，环比其实是22%。从供应商台积电护国
国神山，尤其是 PC 的 segment 就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这块是增长24%。那在竞争对手这块呢，很明显看到 NVIDIA 应该是增加市占率的，所以把这一些讯息总合在一起 ，CoachJ 大胆预测 Q2 NVIDIA 的营收应该会落在32个 billion。尽管40个专业分析师最高的预测也不过就是30个 billion。那这个环比数字呢，非常有趣，落在了23%，刚好在22跟24的中间。那如果真是如此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EPS 也会比整个分析师预估的0.64高出不少，到0.71。那如果这样子的时候，到底 NVIDIA 估值是多少钱呢？说估值前呢，CoachJ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还是有很多讯息，除了财报之外，会影响短期的股价。比如说像中国对于 NVIDIA 的限制啊，销售的限制啊，就是什么高阶晶片不能进来等等等，然后包含最新有一些像 Blackwell 晶片出货的延迟等等这些讯息，其实都是跟财报之外会影响到短期股价上下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所以可能还是要给大家一些考虑上需要注意的点。那只是说以长期投资的角度，CoachJ接下来分享的估值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以现在目前财报状况，长期来说它应该是合理价的。大家在投资决定要买或卖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底，尤其是整个大环境资金面不一定影响的时候。所以之前有说，那我们这 DCF Discounted Cash Flow 的这个 model， 我们就带入最新的财报的数字之后呢，包含 CoachJ 我们在上一集有分享，对于降息预测对都放进去，因为只要有降息，其实整体的估值是会往上调整完了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表，现在目前最新的价值，公司合理的价值应该是在2.8兆美元。如果除以市场流通的股数，相当于每股应该合理价在113美元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回到了我的朋友的问题，如果现在是105块，其实它是有可能在财报公布之后，是会慢慢往合理价迈进的，就是会贴近那个合理价值的。所以对于还没有很多 NVIDIA 的朋友啊，如果现在价格是刚刚有看嘛，就是104、105，其实现在入手还不算太晚。最后呢，还是要记得，千万要投资，千万不要跟着买，自己要做研究。但我会先跟我朋友去讲一下105。赶快买一点。那希望这期影片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我们一起期待8月28号开奖的时候，CoachJ的预测到底准不准？来了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。